萌萌当然记得囡囡姐姐。囡囡，胡囡囡。顾灵烟愣住一下，她不是。其实不是他，是他的爸爸，想要见你一面。是胡叔叔。是他。2天前，胡囡囡的爸爸找到顾叶白，说想要在自首前见萌萌一面。顾叶白本来是要拒绝的，但同样作为父亲，看着胡爸爸一夜白头，还是心软了。只见萌萌嘛，我们不能去吗？没事，他不会再对萌萌做什么，我跟你们林阿姨也会陪着。那爸爸，胡叔叔见萌萌要做什么？他想向你道歉。道歉？萌萌思考了一下，就是说他认识到自己做的是不对的了，对吗？是的，不光觉得自己错了，而且还把胡囡囡手术失败归结到自己的身上。顾灵烟拉住萌萌的手说，现在认识到了错误有什么用？难道胡囡囡还能醒过来？萌萌没有被绑架过，漠然表哥就能彻底好起来吗？爷爷，囡囡已经走了，他作为一个父亲已经受到了最大的惩罚。他虽然是来求得萌萌的原谅，但我觉得他其实更想的是让囡囡原谅他。毕竟胡囡囡才几岁就失去了生命。那我去见他吧，但妈妈和爸爸还有姐姐要陪着我。好。这边墓园里，萌萌远远就见墓碑前跪着个佝偻的男人，而墓碑上赫然就是胡囡囡的照片。妈妈，那个就是囡囡姐姐的墓碑吗？是的。公共墓园里，山体排满了墓碑。林洛星有些不放心，萌萌害怕吗？有爸爸和妈妈姐姐陪着，萌萌不怕。囡囡姐姐，我来了。曾经鲜活的人，如今变成坚硬墓碑上一方小小的照片。虽然照片上胡囡囡笑容大大的，但小萌萌还是一下就红了眼眶。这是我精心给你准备的礼物，还有漂亮的花。这是我最喜欢的洋娃娃，希望你能喜欢，以后有它陪着你，你就不孤单了。你们来了。囡囡爸爸站起身来，听见小萌萌的话，瞬间红了眼眶。胡叔叔，你好。萌萌你好，顾先生、顾太太、顾小姐，你们好。你好。萌萌小姐，之前是我的不对，不该鬼迷心窍绑架你，让你遭遇危险。现在，囡囡爸爸想说自己也因此遭受了惩罚，只是这惩罚对他而言太重，并且无法挽回。没关系的，我知道你是为了给囡囡姐姐治病，没有办法才那么做的。我之前就已经原谅了你，以后也不会继续记恨你。我知道你没有在记恨我。囡囡爸爸哽咽的有些说不下去。他只是过不去自己心里那关。萌萌小姐，我知道我要求很过分，但我还是跟顾先生、顾太太请求一下。你有什么请求？只要不过分，我们都能答应你。其实时间最是无情，若是胡囡囡跟小萌萌早一点遇见，面对他们的窘境，顾叶白二话不说就会施以援手，但现在一切都晚了。蛇，你有什么要求？只要不过分，我们都能答应你。其实，林洛星犹豫了下，因为在他看来，当父母的失去孩子，已经比什么刑罚都要重了，自首对于他们来说也没什么。我想抱一下萌萌小姐，因为我看见她就会想起我的女儿囡囡。顾叶白他们同时愣了一下，谁也没想到囡囡爸爸口中过分的要求竟然是这个。可以。小萌萌主动张开手臂，跟女儿一样幼小的身体投入怀抱，囡囡爸爸瞬间泣不成声。囡囡，是爸爸对不起你，如果不是爸爸做了错事，你的手术说不定就会成功，你也不会失去生命，爸爸也不会失去你。你才几岁，还没有上过学，因为生病没有吃过很多好吃的，没去过游乐场，没玩过很多好玩的东西。囡囡爸爸很多没说口的话都变成了泪水。妈妈，失去囡囡姐姐，她应该很伤心吧？车上萌萌望向身后，囡囡爸爸被铐手铐上了警车。作为父母失去孩子，肯定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。林洛星不由自主回想起小萌萌被绑架的时候，他把小萌萌和顾灵烟抱进怀里。妈妈的2个宝贝，以后一定要健健康康长大。妈妈，我们一定会的。我跟姐姐一定会健康长大的，以后我们都要陪在妈妈爸爸身边。墓园的另一边，简元星坐在轮椅上，眼中凝结出浓浓的憎恶。1周后，幼儿园门口，姐姐，你快看，我胳膊上的针孔是不是都没有了？没有啦，放心吧，你最近一次打针都是在3天前，针孔肯定都没有了，幼儿园老师肯定不会多问你的。许久不曾上学的小萌萌心里有些紧张。宝宝这么久不上学，幼儿园的老师和小朋友都很想你，不会多问你什么的。顾叶白和林洛星已经在幼儿园周围布置了大量的安保人员，以确保简元星再次威胁到小萌萌。幼儿园门口2辆车同时停下，小萌萌愣了一下，因为对面车上下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好朋友悠悠。悠悠就向前跑去。萌萌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还有嫣嫣姐姐，难道我们是一个幼儿园？我们住在一个地方，附近这里的幼儿园最好，当然是在一起上学了。厉兆宇看了一眼2个女孩身后的大人，知道那就是顾家的家主和家主夫人。顾先生、顾太太，你们好。你好。厉太太最近怎么样了？大人这边寒暄着，3个小朋友已经手牵着手朝幼儿园里走去。幼儿园另一侧，
他们把那个小孩保护得这么严，我们怎么能有机会下手？没有机会下手也要下。简元星此时已经虚弱的不行，连出行都要靠着轮椅。我的命都在那个臭丫头身上，我花钱雇你们，你们能办到要办，办不到也要办。从前简元星有着简家大小姐的身份，雇佣的都是最精锐的保镖，而现在却只能雇一些社会闲散人员，还是都有过安迪那种。第3节课，老师在讲猴子捞月的故事，其他小朋友都聚精会神地听着，只有萌萌神游天外，注意力不知跑到了哪里去了。这边顾灵烟出来上厕所，顺便来看看妹妹，看到妹妹在发呆，就和班级老师打下报告，然后把小萌萌拉着出了班级。姐姐，你不是要上卫生间？这不是去卫生间的路呀。你一整个上午都在跑神，我就猜到你肯定是在想跟悠悠玩。被姐姐猜中心思的萌萌嘿嘿笑了2声。顾灵烟带着妹妹很快到了悠悠的班级，悠悠的老师讲着更加无趣的童话故事，而且还是全英文。全班的小朋友睡倒了一半，就只有悠悠聚精会神地听着。悠悠，悠悠转过头，就见门外露出2个可爱的小脑袋，他瞪大了眼睛，用眼神询问顾灵烟跟萌萌怎么不好好听课，怎么跑到他们班上来了。小萌萌朝悠悠招了招手，悠悠，出来玩呀！悠悠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老师，又看了看窗外的2个姐姐，摇了摇头，到底是没敢动。正好这时下课铃声响起，悠悠跑出教室。